青砖黛瓦覆着90载风霜，飞檐翘角藏着民国的回响。这便是湘潭县的石家大屋，它曾是湘中闻名的民间皇宫，以恢宏规制复刻皇家气派，一砖一石皆镌刻着往昔的繁盛，时光冲刷未褪其风骨，如今仍以沉默的姿态诉说着那段远去的岁月沧桑。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天福。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探秘一个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地方。大家看到我周围的环境，是不是显得非常的破败不堪？但是我要是说，在80、90年以前啊，这个地方是一座皇宫，你们可能会感到惊讶。这个地方难道出过皇帝吗？谈到中国历史的最后一个皇帝啊，大家是不是认为是袁世凯？但是在湖南省的湘潭县，竟然也出过皇帝，但是只是位土皇帝。袁世凯他只做了83天，而这位土皇帝呢，他可是做了6年才被镇压，而且在他之后啊，竟然还有后主继位。那么关于湘潭县这位土皇帝的故事，还得要从湘潭县排头乡的这座石家大屋说起。我们现在呢，位于石家大屋的门口，旁边呢全都是堆积如山的玻璃碎渣。这些玻璃呢，把它回收起来，打成粉末融化，可以制作很多的工艺品，所以这玩意还是有用的。现在在我面前的是2棵古树，看这个上面的名木保护牌，它是玉兰树，它的树龄有151年了。旁边这棵呢也是玉兰树，也有150年的历史了。这里呢是一口池塘，看样子是人工开挖的，挖掘出来的一口人工池塘。大家看到镜头前的这层建筑，它是上个世纪50、60年代当地政府所修建的一个办公楼。我们想要前往石家大屋，只能通过这扇铁门。不过这个铁门它是处于一个被封锁的状态，我们无法进去。但是呢，大家不用担心，我们在拍视频之前花了50、60分钟，在周围转了几圈，发现啊有一个通道可以通往石家大屋。现在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。大家看到这栋房屋啊，完全被废弃了，里面垃圾成堆，简直没法入眼了。现在啊，这个办公楼是属于一个废弃的状态，到处都是垃圾，非常的破败不堪。大家看到面前的这扇铁门也是被锁住的，不过我们可以从右手边这里过去。这里面也是杂乱无章，这里显得特别的阴暗潮湿。石家大屋它是依山而建，所以呢，在我们的右手边都是山。这里呢有一个窗户可以翻过去，不过呢，我们发现了另外一条通道，所以我们不必通过这个窗户翻过去。之前的这条路全都被这个泥巴所掩埋了，所以行走起来非常的困难。你看这个地方只能容1个人通过。哎，你看到没有？这面墙看上去是新刷的嘞。新修的一个墙面是吧？难道这个墙壁以前有坍塌过吗？看起来还修了不久哎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，
这里据说以前也是被征用过作为工厂，现在也是破败不堪了。然后这个里面的格局啊，看上去以前是一个厨房。这面墙就是新修的，你看它这个墙的颜色，你看地面的水泥的台阶呀，看上去没刷多久的时间。这个地方也是一个灶台。我们继续往前走，看一下这个地方就比较狭窄了，有一个台阶，哇，特别的阴暗潮湿。你看这个地方只能容纳一个人通过。完全是沿山而建的，所以这上面的这个山体呀，也是这个石家大屋的一道壁垒。哦，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石家大屋的后院来了，那么我们就先从这个后院开始带大家参观吧。我们现在走到了这个石家大屋的后面，这整个一排就是一个壁垒，据说这个围墙厚度啊，就达到了0.8米。然后据说这个里面呢，以前有暗道，沿着山体的这一侧呀，好像并没有发现有暗道，可能只是一个传说。这个地方呢，目前因为外面铁门锁起来了，也没有完全对外开放。虽然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，但是呢，外面的人呢，可能很少有人能够进来。我们也是发现了一个秘密通道才走进来的，可能这个地方啊没有完全被发掘，可能在哪个房间的地下呀藏有金条、大洋，所以国家呢可能保护起来了。石家大屋呢，以前石鼎武在这里称帝，他后面在这里重新扩建了160多间房屋作为他的皇宫。这里面的装修啊特别的精致，房间呐错落有致。石家大屋三面环山，表层土下面是红褐色的陆香沉积岩。建造的时候啊，经过人工开挖，整座宅院的基地与周边山体形成了4米多高的陆香沉积岩山崖，形成第一道屏障。山上呢又建了2米高的围墙。围墙外曾有一道土壕基，壕基上只有一条宽约2米的带刺灌木防护带，这便是第2道屏障。所以呀，它这个房屋啊，修建的这么有讲究，这么牢固，当时作为皇宫，肯定是有它的用途。这个地方有一面墙，墙皮脱落了很严重，看来年代感非常的久远了。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，这面墙好像融入了中西交融的一种设计风格。而且你看这里，在墙角的这个地方，竟然还用这种木质结构做了一个保护。可以看出，当时房屋的主人建造这栋房屋是非常的用心。石家大屋的主人呢，名叫石怀忠，又名石怀珍。他是一个商人，当地人呢又称他为石皇帝。他主要经营布匹、煤油、纸扎。在1936年的时候呢，他耗时了3年，花费了3万两银元来修建这个石家大屋。当时的3万两银元啊，换算成现在的人民币，大概有几百万了。可见啊，他当时为了修建这个石家大屋，可是耗费了很多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的。据说啊，他修缮这个石家大屋的时候啊，可是请了外地的工匠艺人来前往帮他修建，可见他对这个石家大屋的建设可是出了非常大的心血。
所以当时这个房屋的主人他修建这栋房屋的时候，是结合了中西合璧，然后是新旧交替的一种设计思维，所以也彰显了这栋古宅的深厚的文化底蕴。那么我们现在来沉浸式带大家参观曾经的皇宫。现在这里是一个厅房，然后里面房间呢都已经是废弃了。以前这里曾经作为工厂办公，又曾经作为当地政府的办公场所。但是不久之后呢，这里也是又废弃了。现在这个地方呢，也是看上去像一个天井的一个造型。这栋房子它以前的整体占地面积大概有4500平方米，而它的房屋面积就有1000多平方米。不过这里全都是杂草丛生。我们现在走到这边去，前面去看一下，你看墙上到处都是毛主席的语录。从这扇门走出来，那可真的是豁然开朗。你们看这口天井，采光性非常的强。因为石家大屋啊，它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式的近代民居。天井呢，它的作用以及寓意都十分的丰富。它的作用主要就是采光以及收集雨水，用来救火或者是饲养牲畜。它的寓意呢也是非常的丰富的。古时候的人们认为啊，天井他们所收集来的雨水都是上天赐予的财富，如果让它白白的流掉，那可是非常的可惜。于是呢，他们就会在天井的下方设蓄水池或者是立一口缸，将这些收集来的雨水啊，用于洗衣或者是饲养牲畜。所以呢，那口缸就被称为聚宝盆。现在大家看到石家大屋的天井下方就设了2口蓄水池。好了，现在我们继续来参观石家大屋的里面的房屋设计格局。这又是另外一个厅堂，里面分布有好多房间。当时这个房屋的主人石皇帝啊，他在这里修筑了38间房屋。你看，房间里面的墙上啊，到处都是毛主席的语录。然后这个墙体整体来讲呢，还是非常的牢固。这间房呢，也是比较的高大宽敞。这个房间里面啊，它上面还设置了一个那样的窗户，方便采光。现在我们走到这栋大屋的最外面的，好多鸽子了，吓死了，好多鸽子。对，我吓一跳了。这个地方要是我一个人进来，我真的不敢进，因为刚才我们没法从那边进来，所以我们只能从后面过来。现在我们看一下这栋房屋的大门前是一个什么样的，周边什么样的环境。之前我们说过，这个地方曾经被作为工厂，还有当地政府的办公场所。以前这个地方是作为餐厅，看到没有？上面还有餐厅2个字，不过早已经废弃了。前面呢，也是修筑了一排这样的现代的一个砖房，也早已废弃。据说在这个石家大屋的西侧，以前办理过升堂语小学，一直开办至上世纪70年代。这里有2棵古树，
看到上面的名木保护牌，也是玉兰树，也有150年的历史了。另外这一棵也是玉兰树，它也有150年的历史了。在这里呢，我们发现这面墙上啊，有一个门卫制度，上面写着非本场工作人员进场必须出示证件或说明原因。说明啊，石家大屋它在以前就是被征收来设立工厂的。那面墙上也有一块黑板，上面写的是劳动纪律。好了，这个是关于以前工厂的一些规章制度。在这面墙上呢，我们发现啊，有一块文物保护碑。湘潭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石家大屋在2014年4月的时候立的。石家大屋它是建于1938年，是一栋近现代的传统民居。大屋坐北朝南，3合土夯筑墙体，底层有部分砖砌，用以防潮，属于典型的砖木结构的小青瓦特色江南民居。屋内柱子为砖砌，并粉以石灰、砂浆。墙面上有多处毛主席语录。大门前面有2株百年古玉兰，已经列入古树名木。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位土皇帝，就是石家大屋的主人石怀宗的儿子石鼎武。那么关于他的故事呢，石鼎武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？石鼎武他是湖南湘潭人，他是出生在一个大地主家庭，因为家境非常的富有，从来都是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所以呢，他读到高中的时候啊就辍学了。但是他非常的有野心，他想做高高在上的皇帝，所以呢，他当时就从他的家族里面流传到了一个教派，叫做三七普渡教，那是一个邪教。它主要就是什么呢？主要就是蛊惑人心。他说，就是信仰了这个三七普渡教，就可以免除病灾、顺风顺水。随着信仰三七普渡教的人越来越多，然后石鼎武就借此机会，于是在1947年的时候啊，石鼎武他宣布大中华佛国成立了，并且呢，他自封为是大中华佛国的皇帝。那么信仰这个三七普渡教的人呢，还是蛮多的，因为当时的人们啊思想比较落后，就被这个邪教给蛊惑了。所以呢，石鼎武就用这个三七普渡教一直扩建壮大，有了自己的教派，有了自己的道徒，就人力就越来越多，以便他后来称帝打下了一个基础。他还分封了左丞相、右丞相，他还为此设立了一支军队，名叫大中华佛国护国军，简称佛国军。那么它的兵源也自然是从三七普渡教里面的道徒里。为此呢，他还特意购置了一大批枪支弹药。除了购置枪支弹药以外，他还在自己的老家呀，从38间房屋扩充到了160多间房屋。除了皇后以外，在宫内啊还有女宫、男宫、妃子。总的来说，就是皇帝他有的配置，他样样齐全。他还为此在皇宫里豢养了一支皇家护卫队，轮流在宫内轮流看守。在大门口呢，还有一把机枪挺立，那可真的是威风凛凛。在宫前院后都有10狮、10马、10象在左右排立，那可真的是非常的霸气十足。但是这样的好日子又能维持多久呢？好了，接下来我们继续带大家参观石家大屋。现在在镜头面前的这栋房屋显得非常的昏暗，这里的采光性并不是很好。这里以前应该是有扇窗户，
只是后来用水泥给它封住了，所以会显得非常的昏暗。这里面的蚊子特别多。你看，走到这里来，这个天井啊，就为厅堂和厢房啊提供非常自然的光线，使得这个厅堂、厢房啊光线特别好，采光性特别好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到了一个正厅，在这个门口上面有一个门额，上面写的是“开拓奋进”。现在呢，我们也算是登堂入室了。你看，这个地方，这里好像摆放了2口碗，这里还烧了一点纸钱。难道这个地方，有人来这里给他们，祭拜吗？我在想，这个地方可能是石家的后世子孙来这边祭拜他们的先祖，或者是他们的三七普渡教流落在民间的一些老道徒来这边祭拜过，这个就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。但是我们从这栋大屋的整体来看，这个大厅啊，当时建造的还是非常的大气。它虽然比不上北京的紫禁城那么金碧辉煌雄伟，但是在当地也算是一个非常大的豪宅。在那个年代，花几万两的白银来修建这样的房屋。你看它这个房屋的格局啊、造型啊，还是非常的独特，尤其是这么巨大的那个石柱啊，支撑的这个房屋，所以哪怕是8、9年过去了，这个房屋还是非常的牢固。这栋大屋呢，是湘潭境内啊保存的规模最大、结构最为完善的典型的房屋。你看它这个石柱啊，也是非常的有特色。它这个下面的柱础啊，你们有没有发现跟中国的传统的建筑还是有一些区别？它这个融合了西方的建筑特征，它柱础和这个屋柱啊粘合在一起的，但是看上去呢，还是非常的牢固，是那种特殊的麻石构成的。刚刚呢，我们跟大家讲到石鼎武他正式称帝，本以为呢这个好日子他会维持下去，但是呢，却不幸的是，在1953年的冬天啊，石鼎武他被抓了，被实行了枪决，享年36岁。本以为事情会就此结束，但是在1979年的时候啊，石鼎武他的儿子石金星被当时三七普渡教的老道徒啊找到了，因为三七普渡教的老道徒他们并不相信大中华佛国就彻底覆灭了，他们并不死心，于是呢就将石金星奉为后主，想要让大中华佛国死灰复起。于是呢就让石金星去江西的萍乡，去一个老道徒家杨红梅家，然后呢其中一个老道徒钟元仁，甚至还将他的女儿钟月香进贡给了这位后主，也就是石金星，当做皇后，并且呢，杨红梅为了还掩人耳目，让石金星和钟月香去开了一家豆腐店，学习了打豆腐，想要用这份职业来继续秘密发展三七普渡教。本以为事情会就此继续发展下去，但是在1985年的时候啊，石金星和钟元仁等人被判处了有期徒刑，至此大中华佛国才彻底覆灭。关于石金星和石鼎武
这父子两人的传奇故事，我们先介绍到这里了。现在呢，就接着跟着我们一起继续去参观这个石家大屋。你看这个地方还堆放了这么多新的瓦片，是不是打算要重新修缮呀？也有可能。你看这个地方还有丢弃的一些瓷碗，它两边的这个阁楼啊，上面以前是不是作为那个碉楼啊？皇家护卫队轮流看守嘛，作为一个过道嘛，应该是。是的，然后它这个地方啊，有安置了那个木质平台，可以两边通行。我们从这个位置可以看到，以前这个地方啊，还有一个木质螺旋的台阶可以走上去，但是呢，现在也坍塌了，没法走。这个地方呢，就这样完全是废弃了。好了，今天天色已晚了，那么我们就先回去了。这里蚊虫实在是太多了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曾经的辉煌呢，已经烟消云散了。人去楼空的场景，令人感到非常的心寒。走到这里，现在我们站在石家大屋的门口，感叹物是人非。曾经这栋房子在1936年开始兴建，而这栋房子的主人呢，也曾经无数次想象过属于他的春秋大梦。他想象过自己繁衍子孙，荣华富贵，世袭罔替。但是这一切啊，都成了过眼云烟。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，谁也无法逆时代而行。那么本期视频关于石家大屋，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拜拜。